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是今天也很不错，今天的你也很不错。之前有人问过我，说今年大学毕业了，要面临找工作和步入社会、步入职场，想让我聊一聊关于大学毕业之后的那些事儿。本来呢，我想结合自己的经历聊一聊这个话题，后来我就又问了我大学时期的一些同学，所以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，思考的事情也越来越多，所以我就好好的精心的整理了一下，就有了今天这一期节目。由于我大学毕业已经11年了，所以可能当时有些事情和现在的情况不太一样了。那我就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这10年的一些经历、经验和教训吧。当我找到我的朋友，我问他们10年来的感悟和体验，他们都会给我一样的4个字：一事无成。比如说，能考公还是考公吧，千万别想什么创业。家里人给找的工作其实挺香的。人长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平庸等等。然后说到遗憾，大家都会觉得当时太单纯了，没有想过做好职业规划，觉得没有趁年轻的时候好好努力。还有的人说后悔当时没有赶紧找一个好人嫁了。所以10年过去了，我们依然和从前一样平凡，但是也绝不是一无所获。在刚刚进入社会和职场的时候，我们一样是很迷茫的。一开始找工作也都会经历很艰难的时刻呀，因为没有经验，所以收到回应的都是一些小公司。那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小公司组织结构很混乱，或者有家族公司，就比如说一个公司里都是亲戚，表哥表姐叔叔伯伯什么的，要不就是总拖欠工资。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甚至逼到要去找算命师傅。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个同学，然后我们2个就坐着公交车去了好像是市郊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就挺偏远，也坐了很久的车，然后去找一个算命师傅，去问我们到哪儿能找到好工作。如果幸运的话找到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公司呢，那也会变得非常忙，因为是新人嘛。有的人在飞机上发着烧，还要继续出差处理工作，接几10个电话，病了也是一个人在宾馆，没有人照顾。也有人选择去外地发展，去外国发展。我的一个朋友毕业之后就去北京了，做了北漂。一开始公司的实习工资没有那么高，他就借宿在他朋友家里，所以他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感激他那个朋友的。后来直到转正之后有了稳定的工资，才搬出去跟别人合租。然后另一个朋友呢，就是他没有太多的想法，就选择出国了，去了日本。开始本来是去读语言的，读完语言要考研究生，他当时的想法也是就不考研究生了，就直接工作了。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很努力，工资基本上一大部分都是打给家里了，自己留下吃穿用的钱，还兼职去打工。这是每个人一个必经的阶段吧。一开始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大家的起跑线也都差不多，都是从吃苦耐劳开始。
毕竟我们初入社会，没有太多的资历，这是我们无奈要走的路。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吃那些苦头啊，而是说，如果一开始你找不到特别心仪的工作，这是我们要啃下的硬骨头，就是去磨练自己，积累经验，创造阅历。当我们毕业10年之后回去看当初那一段时间，就会感慨，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去体验，多去探索。这个探索呢，不仅仅是说探索外部的世界，也是探索自己内心世界。一开始我们可能没有方向，所以就需要去碰壁，去尝试，这样你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，以及什么是适合自己的。如果你不去探索和开发自己，你可能永远也发现不了自己最迷人的那一面。我那个出国的朋友，他是我们几个当中看起来最文静、最内敛的。当时我们谁都不会想到他一个人就去国外了，但是就是这样，他也把工作、生活都安排得很好，甚至还能追星。如果不去试试，你可能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坚强。同样，如果一份工作你做的确实吃力，那你也会知道这并不是你所擅长的，努力也做不来，那干脆就不要浪费时间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过程，接纳自己的过程。我们需要快速的用年轻的那几年去完整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。所以一开始没有方向也没有关系，选一条路先走走看。因为只要你开始走了，就是在慢慢接近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上。你在不停的修正和改变，直到找到最舒适的状态，就会稳定下来。一开始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，但是过了3-5年之后呢，就开始慢慢有了差别。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正在做的工作性价比不高，回头想想家里给找的也并不是不好，所以最后选择了稳定和踏实。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长处在某一个领域风生水起，有的恋爱、结婚、进入家庭，工作慢慢稳定下来，生活也开始有了规律，人生也开始有了一些小目标了。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，为了组建家庭，为了更好的立足。所以并不是一毕业就意味着我们以后的人生走向了，我们一直都可以改变它。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机，有些人早，有些人晚，这些是不可以比较的。那既然说到要利用这个时间去探索，那我们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？其实首先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去积累经验嘛。不要小看任何一份工作，经验都是宝贵的。还有我们需要去看人，看到不同的人对不同事物的看法、态度还有选择。我觉得从人身上能学到的东西往往是最深刻的，就好像心理学上说的替代学习。可能有些事情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去经历，但是其他人经历了，我们就可以从中学到经验。同时，人也是在社会中的人脉。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领导说，如果你想人生有大的转变，取决于你读过的书和认识的人。
还有就是要去思考你所在的行业的一些规律和规则吧。不管你所在的这个平台是大还是小，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，我觉得都有空间让你去思考。成功就去想成功的原因，失败就去想失败的原因，这一点真的会对之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。首先，这些经验可以帮助你去分辨哪些是有前景的，哪些是存在弊端的，也可以让你越来越专业。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的就是保持学习，这一点我也非常非常赞同。你需要一直保持着学习的状态。刚出校门的时候，学习的氛围还在的，突然不用学习了，可能还有些不适应呢。不管是学英语、学 PS，看专业书等等，都是一直在提升自己的路上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了一项附加的技能，会让原始分有点低的人快速提高权重。但是这些学习还是需要和你的专业有一些联系和适配度的，而且这些技能最好是很快能展示的，就比如说语言，然后同样的还有一些像表达能力、文字能力、会计、作图、编程，其实就是一些技能。它好过于去读一些管理呀、经营学呀、社会学等等。但是这些学科大多是打后期战的，拼的是你职业生涯更长久的能力。那在一开始呢，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实在的东西去帮助自己往前多走几步。经历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时期呢，就会碰到瓶颈和打击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。我是一份工作做了8年的时间，我以为我离开之后，凭借着之前的资历，我会是非常抢手的。但是结果我发现呢，竟然投简历也没有人回应。这些年的时间里，我虽然在努力在学习，可是我却完全的和社会脱节了。我可能在原来的领域做得很好，但出来之后发现，你所擅长的那些东西早已经用不上了。我刚刚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很深处的感觉，就是我又回到了大学刚刚毕业的那种感觉。投简历，到处面试，等待一个有人接纳我的机会。有的人呢，一直做着熟练的工作，直到结婚生子时发现，原来自己错过很多机会和很多时间。他说，当时自己没有想那么多，也没有想过自己会结婚生孩子。可是，一切就是顺其自然的来了。当有了家庭的那一刻，人就会迅速长大，就会发现自己承担的责任有多大。有的人恋爱又结婚，结婚又离婚，离婚又复婚。我们可以和工作和解，可以和爱人和解，但却总不能和自己和解。有的人大学是佼佼者，职场是精英，拿着高薪，也依然要面对裁员、技术迭代，去适应新的模式、新的规则。曾经引以为傲的杀手锏，也随着时代的洪流都默默地消沉了。所以这些年，好像是有齿轮推着我们前进，走过万水千山，但是又好像在原地踏步。现在再问到我们关于生活的感想时，更多想的是什么是幸福，以及什么是热爱。当我们回顾自己的时候，留下光辉的只能是年薪吗？不一定吧。其实这10年我们也并不是一无所获的，也都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，
也有了对未来的规划。吃了不少亏，上了不少当，但至少收获了很多自知之明。虽然谁都没有大的转变，但是也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呢。不和其他人比较，所有的努力和拼搏对自己来说都是有效的。在慢慢步入社会之后，有正确的幸福观也很重要的。谋求好的职位、好的生活当然是基础，但不要放弃心中的热爱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体会到过，一份热爱的态度是人源源不断的精神能量。这种热爱不单单指一项爱好、一份事业，也是对生活的那种热爱。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还唱着曾经一起唱过的歌，我们还互相嘲笑，大家看电影也会暴风哭泣。不能出门的那段时间，我们就打开视频，彼此面对着屏幕举杯。还特别喜欢逛街，买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。夜晚安静的时候，听歌看书，把自己住的地方收拾得干净整齐。比起职场生意场上的奋斗，也始终不要忘了，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。这一点真的很重要，越到后面你们越会发现，会生活的人永远都不会太差。这么多年，虽然我们没有走上人生巅峰，但是遇到挫折也早就学会了笑着面对。这源自于一种无奈，但也算是一种无畏吧。那我们除了要有过硬的实力呢，心态也很重要。一个乐观积极的人，总是能感知到更多的信息，拥有更多的能量，才能创造更多的可能。所以就是说，每天一份的好心情，真的可以带来千万收益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划等号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封闭自己，一定要找到一个让你爱上生活的方式。那个时候你自己的心态是不一样的，你所看待的世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样貌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原来人真的可以超常发挥，真的可以灵感不断，也真的可以创造奇迹。所以你们现在的焦虑都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嘛，但谁又能确定呢？现在你们手中最珍贵的不是什么证书啊、技能啊，就是你们所拥有的大好青春和年轻的时光啊，这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。只要还有时间，下一秒就可能逆风翻盘。所以不要害怕打击，也不用害怕去试错，因为你尝试的越多，你的选择就越多。我希望你们在人生起跑的时候都能有勇有谋，勿忘初心，勿失热爱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电台，希望我的一些分享对你们能有帮助。我希望能通过这个电台来和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思考，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到一个正确面对问题的方式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电台就到这里啦。还有，别忘了说一句，今天也很不错。晚安啦，我们下次再见。